剪映是很多华语创作者都在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自从 AI 时代到来之后，剪映也加入了很多 AI 的功能。这期影片我会展示给你在最新的剪映里面12个 AI 的功能。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不仅能够让你快速做出精美的影片，同时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选第一个剪映里面的 AI 功能就是 AI 数字人。像我已经打开了剪映了，我们需要首先去加入文本，所以来到左上角选择文本选项，在这里选择添加一个默认文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首先需要加入我们的文案，也就是接下来你需要让 AI 的数字人去帮你朗读的文案。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把文案复制出来，现在我就加入了文案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会有一个数字人的选项，这里面就会有很多数字人的形象，我们可以选择这边展开。你可以看到这里不仅会有亚洲人面孔，西方人的面孔也是有的。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数字人，这里面就出现了这数字人了。然后在底下可以选择一个音色，这里面除了 VIP 之外，还是有很多免费的音色我们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新闻男生，然后这里面还有录制的景别，有远景、中景、近景，还有特写。这里面我就选择这个远景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你还可以选择背景，你可以选择颜色的背景或者是图片的背景。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背景，它是一个竖屏的背景，如果是像我这样横屏的，你可以再上传一个横屏的图片，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画面去变成的背景了。在我做完之后，就可以选择这个添加数字人了。这里面会跳出一个授权提示，在你阅读完之后就可以选择允许了。现在就在生成数字人了，你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数字人就生成出来了。我可以首先把这背后的文字先隐藏掉，像背后的文字就没有了。然后这边我可以修改一下比例，我把它变成竖屏的格式，选择9:16的，就可以看到我就可以快速的去制作一个短视频了。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人它产生的效果。剪映是很多华语创作者都在用的剪辑软体，自从 AI 时代的到来，它也加入了很多 AI 的功能。这期影片会展示给你最新剪映里的12个 AI 功能，可以帮助你快速剪辑出精美的影片，以及大幅度提升你剪辑的效率。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人不仅能够去帮助你朗读你的文本，同时也会带有面部表情还有手部动作的，所以是比较逼真的。下一个剪映的 AI 功能，它是音频翻译。这功能能够快速的把你影片的音频去翻译成其他语言。像我已经导入了一段我自己的影片，我可以选择这段影片，然后选择音频，这里面有一个视频翻译的功能。你首先需要选择原始语言，像原始语言除了有中文之外，还可以选择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日语、葡萄牙语。这边我说是中文，所以就选中文。然后可以选择翻译语言，也是一样，你可以翻译成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印尼语、日语、葡萄牙语。比如说可以选择翻译成英语，这边我可以选择应用效果，还是一样，你要选择确认授权。我承诺当前使用的素材都是我自己的声音和形象，我也授权该功能处理我本人的素材。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处理时间是比较慢的，它大概是需要45分钟左右。这边我的音频翻译已经处理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英语的版本是怎么样的。 As a creator, we all hope that the films we have worked so hard to make can generate advertising revenue normally. But since YouTube has a very strict profit policy, sometimes because it detected something in the video that violated its policies, will limit the advertising revenue it can get for this film. Even the film has no way to generate advertising revenue at all, but in the past, YouTube didn't tell the creator where the content was wrong. This makes the creator miserable, because he has no way of knowing which adjustments to make. However, just 2 days ago, Jade Rabbit has made a very important update. The creators finally found out why the film was yellow. This adjustment allows creators to retain more of their advertising revenue. In this video,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latest update. 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认为这功能还是非常有潜力的，至少现在看起来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是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功能的。下一个 AI 功能就是剪映的 AI 智能字幕的功能。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去做字幕。像我导入一段影片，我可以选择文本，
然后选智能字幕，这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识别字幕的功能。现在剪映这个识别字幕的功能，它是根据数据库的匹配，并且配合上 AI 去提升准确率的。我可以选择这个开始识别，现在在识别我的字幕了。现在就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生成了这些字幕了。你是可以对这字幕进行修改的，只要双击一下就可以修改里面的信息。你可以在右边更改所有字幕的样式，你可以修改它的字体、字号、它的颜色、字间距，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可以修改一下它的颜色，变成一个红色，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红色了，并且所有的字幕都会变成红色。底下还有更多参数你是可以修改的，并且现在剪映的 VIP 功能还有翻译字幕的功能。你可以把字幕去翻译成中文、英语、日语、韩语，所以我认为剪映的这字幕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方便的，在你制作字幕的时候能快速的提升效率。下一个剪映的 AI 功能，它叫智能剪口播的功能。这个对于我们去进行影片初剪的时候非常的有用，它能快速剪除掉影片里面重复的部分、语气词的部分，能够极大去提升影片初剪效率。比如说在这部影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是没有说话的，有很多停顿的部分，所以我就可以使用剪映里面的智能剪口播的功能。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这个标志，现在就在分析了。现在剪映就完成了智能剪口播了，它在左边去翻译成了专门的文本，然后这些片段都是它选择要删去的片段。我可以选这个标记无效片段，这里面会具体告诉我，它检测出了10个停顿、1个语气词、7个重复，然后这里面黑色的部分就告诉你这是它需要删除的部分，然后你可以选择每个标志，去看一下具体的它需要删除的部分，去检查一下是否它标记的是对的，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去取消标记，就能够保留这片段。如果想要批量的去删除，你就可以选这个删除，你就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些片段都被删除掉了。这样能够快速的去帮助我们剪辑。这些剪映的 AI 功能是不是非常好用呢？在接下来我还介绍给你更多剪映里面的 AI 功能。不过在之前，如果想系统的去学习如何去使用剪映去剪辑影片，我有一门剪映专业版的线上课程，叫剪映电脑版大师班，特别适合于零基础的新手，或者是有在使用剪映，但是还不知道很多功能的使用，很多效果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制作人去学习。每一节课都会是非常清晰的完整的教学展示，让你一看就会。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了解课程的更多信息以及加入方法。下一个剪映 AI 功能，它是克隆音色。这里面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剪映文档，然后需要首先去加入文本，这里面添加一个默认文本，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朗读的标志，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克隆音色功能。我选这个加号。这里面首先是需要你去朗读一段例句的，我在这边点击开始录制。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共同作用，带来了昼夜的交替和四季的变化。这些自然现象对地球上的生物和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就在生成我的音色了，现在我就可以试听一下中文的例句还有英文的例句，去看一下它生成的音色是怎么样的。先来看一下中文例句，这是你的专属克隆音色，希望你能喜欢。总的来说，听起来还是比较像我的音色的。再来看一下英文的例句 ，This is your cloned voice. Hope you like it. 也是能够听出有带我音色的。接下来就可以为这个音色进行命名了，然后选这个保存音色。现在可以看到，我就保存了刚才的音色了。接下来我就可以加入我想要它朗读的文案了。点击这个文本，回到文本选项，在这里面添加我想要的文案，然后回到朗读这个选项，选择刚才我设置好的音色。我们来听一下。剪映是很多华语创作者都在用的剪辑软体，这样的朗读方式会比刚才数字人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它在使用的音色会让观众听起来更加舒服一些。下一个就是在剪映里面的智能搜索功能。现在在剪映里面，你导入素材之后，这个搜索选项非常智能，你可以搜索文件的名称、画面里面的元素或者台词都是可以的。比如现在我导入一些影片的素材，还有图片的素材。当我选了这个搜索选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把素材里面的人物都帮你总结出来。你可以选择要找到人物，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人物，它就会告诉你，你这段素材里面是有包括这个人的，或者是选择我这个人像，就会告诉我这几段素材里面是有包括人像的，或者是选了这个人像，就会告诉你这张图片里面包含着这个人像。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搜索画面里面元素，比如说我搜索相机，它会告诉你
这两段素材里面是有包含相机的，或者我也可以搜索台词，比如说我搜索 YouTube， 它就会告诉我在这几段素材里面是有包含 YouTube 这个关键词的，或者说我搜索手机，它也能够搜索到在我 YouTube 影片内容里面，我在这个时间点有说到手机这个词，它会帮我总结出来，所以这个搜索功能真的非常的智能。下一个剪映的 AI 功能，它叫图文成片。当你打开剪映的初始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图文成片功能，你可以选择自由的编辑文案，或者是使用智能写文案。比如说我可以让它去智能写文案，然后选择美食教程，我想要制作的影片是家庭番茄炒蛋的做法，然后美食的做法是简单快速，这里面视频时长就不限时长了，然后这边选择生成文案，现在就在智能创作中，这边就帮助我生成了3种文案结果，这是第一种文案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这是第二种，这个稍微短一些，然后这是第3种，这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第一种文案结果的。然后在底下你可以选择你要使用哪种声音去进行讲解，这边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我这是知识教程类的影片，所以我就选择这个知识讲解。这边我就可以选择生成视频了，这边也可以选择成片的方式。智能匹配素材就是让剪映自动的去帮助你匹配最佳的素材，或者是你可以准备自己本地的素材，然后让剪映的 AI 去帮助你匹配，又或者是使用 VIP 的功能，使用智能匹配表情包，这边就可以选择智能匹配素材。现在就在生成我的影片了，现在剪映就根据我刚才的文案自动制作成了一部影片了。这部影片包含了图片、解说、音乐以及它的字幕都是有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番茄炒蛋是一道非常简单好吃的家常菜，但很多人做不好，今天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先准备2个鸡蛋，青红、绿番茄各1个，碗中加少许盐，打入鸡蛋，搅拌均匀。下一个剪映里面的 AI 功能就是智能打光功能。像我导入一段影片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调光的，然后可以在右边选这个智能打光，这边会有一些预设，比如说基础面光底下你可以选择这个氛围暖光、温柔面光、金属高光、清晨阳光。我可以选择这个氛围暖光，这边它会有2个光源，一个是从左下去打到右上，一个是从右上打到左下。这边我可以选择光源1，你可以选择是平行光还是点光源。然后打光的对象你可以选择全部，或者是单独选择人物或者背景。这边你可以选择颜色，因为是暖光的，所以它是黄色。然后你可以调节强度，可以让它更强一些，或者更弱一些，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可以选择光源半径、光源的距离，它的一些位置、高光，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高光调整一下，然后还可以调整画面明暗。然后这光源2也是能够调整的，这个就是比较冷的光了，也是能够调节属性的。或者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氛围采光，比如说这个清晨逆光，就可以看到你整体的画面效果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了。还有这个创意光效会让你画面更加不同了，比如说这个彩虹光点，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彩虹光点了。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对于那些本身画质就不好的影片素材来说，你想通过这个智能打光功能去改变你整体的画质，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功能只能是对于那些本身画质就比较好的影片有一个更加好的促进效果，达到一个锦上添花的目的。下一个 AI 功能它叫人声美化，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让你声音更加好听一些。比如说我在剪映里面使用它这个录音功能，我去录制一段音频，这边可以选择开始录音了。这边我录制一下它的音频，然后去比较一下人声美化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的。这就录好了，可以先来听一下。这边我录制一下它的音频，然后去比较一下人声美化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的。然后选了这个音频，这里面找到人声美化功能，你可以选择美化的强度。现在再来听一下美化之后的效果。这边我录制一下它的音频，然后去比较一下人声美化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的。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已经消除我刚才录制时候的背景音了，所以这功能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用的。下一个剪映里面的 AI 功能就是超清画质，你可以选择你影片，然后选这个超清画质，这里你可以选择等级，选择高清的或者超清的。这对于本身一个比较低质量的素材来说，你可以快速使用这个 AI 功能去变成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素材影片。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本身之前的影片素材，它是这样的清晰程度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我进行高清化处理的素材，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些区别了，这是更加高清的，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好用的。下一个剪映里面的 AI 功能就是镜头追踪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非常适合于制作出跳舞类的影片的。比如这里面我导入一段跳舞的影片，你可以看它是这样子的，然后可以在右边去找到这个镜头追踪功能。这边你可以选择要追踪它的头部、身体还是手。那么在这边我选择追踪它头部，这样的画面就会固定这个头部，不会左右摇晃的非常厉害。这边可以选择开始，现在处理这画面了。现在处理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就是能够让这个头部一直处于画面中间的位置。接下来一个剪映的 AI 功能，它叫智能运镜，它也是特别适合于在你剪辑跳舞类的影片的时候去运用的效果。比如这边我导入一段跳舞类的影片，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在右边去选择这个智能运镜，它是能够去根据这个画面去做出一些运镜的效果的。你可以选择运镜的类别，比如说动感的、缩放的、摇晃的、柔和的。这边可以选择动感的效果，这边就可以看一下，加上智能运镜之后，这个画面会变成什么样了。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变得更加动感了。在底下你可以调节参数，比如说缩放程度、旋转角度、移动距离，都是能够根据这个画面去进行修改的。如果想学习到剪映的更多剪辑技巧，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剪映的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和更多的互动。那我们下期片再见，拜拜。